庆功宴上，敌国公主将吃了一口的鸡腿喂到我未婚夫的嘴边，我神色不变，因为我知道未婚夫不会当众给我难堪。谁知未婚夫竟然十分自然地张嘴吃掉，神情也是无比的宠溺。敌国公主挑衅看了我一眼，你又挑食。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向我，公主对上我的眼眸，挑了挑眉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在边关习惯了，想必姐姐不会在意的吧？以后我入府还要麻烦姐姐做妾呢。求陛下解除臣女与王爷的婚约。众人惊讶不已，我居然要退婚，不嫁战神王爷了。林雨眼底也划过一抹诧异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如果退婚，你的名声会受损。晋王爷容许公主当着这么多人面前毫不留情地贬我为妾，让我成为京城笑柄，我的名声已经被毁得一干二净了。你在怪本王？不敢，我只求与晋王爷解除婚约，男婚女嫁，再不相干。你患病多年，身体羸弱，退婚后也不可能嫁到多好的人家。你与本王定有婚约，又等了本王那么多年，嫁进靖王府，本王绝不会亏待你，你会是第一侧妃，地位仅比正妃稍逊半折。第一侧妃也是妾，我堂堂镇国侯府嫡出千金，绝不与人为妾。你与本王的婚约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能轻易更改？父母定的婚约是让我嫁给王爷为妻，不是给王爷做妾的。王爷贬我为侧妃，才是违背了父母之命。你还是在怪本王？晋王爷迎娶漠北公主，是为清英国黎民百姓，我怎会怪罪王爷？我主动退婚，是想成全王爷和公主，以求两国和平，难道不对？还是说晋王爷娶了心爱的石宇公主为正妃不够，还想要我这个前未婚妻为妾，坐享其人之福？其人之福本王从不稀罕，纳你为侧妃是为……欧阳姑娘不要生气，一切都是本宫的错。我心中冷笑，啧啧，这一口胶原蛋白绿茶味，石宇公主言重了。公主来清宴和亲，是为了两国和平。公主嫁晋王爷为正妃，更是为了两国千千万万的黎民百姓，又不是为一己之私，故意破坏别人姻缘，不必为此事感到抱歉。公主就不要再阻止我退婚了，恳请皇上下旨，解除臣女与晋王爷的婚约。江时雨身体一僵，温婉动人的笑容尴尬地凝在了脸上，林雨更是面色阴沉。皇帝眸底浮上一抹意味深长。朕下旨解除婚约，与理有些不合。我眼眸微眯，我有办法说服镇国侯府的长辈同意退婚，可林雨的直系长辈们都远在千里之外的封地，如果他隐瞒此事，不请长辈前来京城，我这亲事要到哪年哪月才退得掉？仿佛看出了我的顾虑，皇帝淡淡道：朕立刻命人传书给老靖王，请他火速进京。多谢皇上。我微悬的心瞬间放了下来，我只需在京城安心等待，老靖王一到就可以商议退婚了。看着我上扬的嘴角，林雨眸底浮上一抹阴霾。清燕皇帝锐利目光轻扫过神色各异的文武百官，起身走下了黄金龙椅。恭送皇上。百官跪地恭送皇帝。皇帝的身影消失在大殿外，我站起身，在众人的注视下释然向外走去，看都没看林雨一眼。望着我决绝的纤细身影，林雨锐利眼瞳微微眯了起来。3年不见，我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笑容羞涩、小心翼翼地讨好着他的人了。谋士贺长川疾步来到林雨身侧，低低地提醒着：王爷，您和欧阳明珠的婚事绝不能退。本王知道。林雨收回目光，墨色眼瞳深不见底。你去靖王府吩咐张管家，让他带本王到镇国侯府下聘，本王要在3日后迎娶欧阳明珠为侧妃。贺长川点点头，阔步走出了大殿。我出宫后，便在丫鬟的引领下坐上了回镇国侯府的马车。我原本是应闺蜜的邀请前往夏威夷游玩，却遇上风暴，黑暗袭来的瞬间，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再睁眼，我居然重生了，还重生在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世界里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咦，那名小厮可是双喜？我抬眸一望，只见一名14、15岁的少年站在一座宅院的大门里，脸上满是愁云，却是双喜无疑。我目光闪了闪，轻声道：停车。待马车停稳后，我扶着红袖的手下了马车，缓缓走向那名少年。察觉到有人靠近，少年急忙转身，正对上我明媚的容颜。大小姐，您怎么会来这里？大少爷在里面。双喜是我双胞胎哥哥欧阳志远的贴身小厮，双喜在这里，欧阳志远肯定也在。在。双喜不自然的干笑2声，目光闪烁。那个，我挑挑眉，径直越过他，走进了大院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欧阳志远是个惯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，常常夜不归宿，1个月里有20几天住在外面。难得今天遇到了他，自然要去见一见。踏进大门，我看到演武场那么大的一片空地，边上摆着数十只铁笼子，里面关着黑色、灰色的狗，最中间用漆了红漆的栅栏围出一个20平米左右的圆形空地，一黑一灰，
两只大狗正在里面恶斗，它们紧紧纠缠在一起，疯狂撕咬。一名青衣少年站在栅栏外，紧盯着恶斗的两狗，兴奋地大叫：“咬啊，使劲咬啊！黑将军，咬死他！”黑狗似是听懂了他的话，凶狠地咬到了灰狗脖子上，将灰狗咬断了气。欧阳志远，你又输了，买一只死一只。得意什么？双喜，拿银子，小爷要重新挑狗。少爷，咱们买狗下注带的银子全花光了。别废话，快回府拿银子来。回府太慢，不如用你身后的美人做抵押。路过，见你在这里，就进来看看。快给句准话，到底要不要拿她做抵押？闭嘴！这是我亲妹妹，绝不做抵押。说的冠冕堂皇，我看你是怕输吧？别用激将法了，你想斗狗，我奉陪。你一个身归千金跟我斗狗？行，只要你不怕血，交500两选狗吧。这一局不赌银子，我们赌手指。输了切手指？哈，我当然敢赌，只要你好好伺候我一晚，这账就两清。欧阳明珠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同意就点头，唧唧歪歪废什么话？这只，还有那只，全给我抬过来！若妹妹输了，我便替她砍了这手指。挑走所有好狗，留病狗给我妹妹，无耻！是又如何？有本事挑只狗赢我啊！你卑鄙无耻！不过是不入流的小手段，就他了。这狗快死了，肯定输，快重选。不必，这只就很不错。这怎么可能？死的怎么是黄将军？贺金宇，你输了，请奉上赌注吧。咬死他！给我咬死他！你输了不认账，你竟然想耍赖！贺靖宇，你卑鄙无耻！少爷，咱们的赌注是1根手指，你凭什么砍我5根？你放了5条狗，赌了5局，5局皆输，自然砍5根。你卑鄙无耻的想砍伤我，那就休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后4局的赌注我可没说是什么，谁允许你擅作主张的？第1条狗死后又放4条，不就是继续比试？想换赌注怎不说？愿赌服输。若想找人教训我，镇国侯府随时恭候。妹妹，等等我！随便挑只狗就把纨绔整这么惨，这位大小姐真厉害。世子觉得呢？她夺刀砍指干脆利落，应该是得了原镇国侯亲传，传她是病弱千金，真是可笑。妹妹，你怎么知道这只瘦弱小狗厉害？这不是普通的狗，而是藏獒。藏獒性格刚毅，善攻击。藏獒？那是什么狗？藏獒让给我吧，我拿1万两银子换。我不喜欢银子，那我送你稀有首饰。你能买到的，我也能。那你究竟怎样才肯把藏獒让给我？藏獒忠勇，我要带回侯府看家，不去斗场。他最厉害，让给我去赢那些纨绔翻本。妹妹，你怎么突然停下了？我没有说话，目光如冰刃般直视前方。张管家，小侯爷，欧阳姑娘，父母早亡，如今镇国侯是年仅14岁的志愿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奉王爷之命来下聘。凌雨怎不亲自来？王妃之至，该120排，你才带64排，分明是不看重我妹妹。王爷已昭告京城，娶欧阳大小姐为侧妃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刚在庆功宴上，小侯爷莫不是没去参加？王爷为和平出此下策，望海涵。看来王爷不喜欢我妹妹，那退婚吧。我妹妹是嫡出千金，身份高贵，不必与人为妾。小侯爷，王爷有苦衷。他若真喜欢，会让漠北无条件投降，当我是3岁孩子。奉命下聘，请侯爷别为难小的。你们干什么？这里是侯府，谁给你们胆子硬闯？凌雨不守婚约，还仗势强纳我妹妹，无耻至极！回去告诉凌雨，我们不稀罕，我们要退婚。来人，把这些脏东西扔出去。是。进去，免得污了眼。好。王爷3日后来迎娶大小姐为侧妃。再有人硬闯，大放厥词，乱箭砍出，死活不论。妹妹，你这是和谁学的武功？一扔木片就砸掉张管家2颗牙，他可是高手，都没躲开。妹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？我哪会武功，只是见多识位切磋，看会了几招花拳绣腿。真的只是这样？当然，我骗你做什么？
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带藏獒去洗澡。他现在全身脏兮兮的，肯定很不舒服。妹妹，你身体不好，别劳累了，给他洗澡的粗活交给我吧。我是让丫鬟们帮他清洗，又不亲自动手，哪会劳心劳力？藏獒脏的沾满泥，丫鬟没力气洗不净，交给我，让小厮洗吧。那好吧，他的毛都打结了，清洗时小心一点，别扯疼他。知道。妹妹，我没问你，就自作主张把你和凌雨的婚事退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当然不会。他在庆功宴贬我为侧时，我就提出了退婚，皇上没反对，已命人通知老靖王尽快来京商讨退婚事宜。真的？你不喜欢凌雨吗？那么渣的人不值得我喜欢。说的没错，他不是良配。你主动退婚断得干净，再正确不过。等急了呀？走，小爷带你去洗澡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小姐回来了。外祖母见我穿戴素淡，准备赏我几件首饰，让我自己来挑。祖母赐你东西，你应该去祖母的库房里挑选才是，干嘛跑来这里拿我娘的嫁妆？你娘是我舅母，赐我几件首饰不过分吧？我娘亲口说给你也批你，那才叫赐，没经过我娘同意擅自拿，叫偷叫窃。你娘都死了10年了，我哪还能再和她说话？欧阳明珠，你适可而止，别太过分了。我娘的嫁妆被偷拿，我问一句也叫过分。堂堂名门千金，私偷别人首饰，岂不更过分？我没偷东西，我是拿着钥匙打开了锁，光明正大的将首饰拿出来的。掌管库房钥匙的是谁？是老奴。来人，将他拖下去，重打100大板，发卖。大小姐，老奴做错了什么？你未经允许私开库房，是奴大欺主，难道不该发卖？禀大小姐，老奴是奉了老夫人之命。住口！自己做错事，竟敢诬陷老夫人！大小姐，老奴没有撒谎，真的是老夫人。还敢狡辩？吵吵嚷嚷的，出什么事了？老夫人救命啊！大小姐要发卖了老奴。他私开库房还泼脏水给祖母，我教训他是免得刁奴欺主。可他没撒谎，是我让他开库房拿首饰的，你教训错人了。青阳国哪条律法标明季婆婆可随意动用已故儿媳的嫁妆？你母亲嫁进侯府就是侯府的人，她的嫁妆自然是侯府财产。我掌管内院，让云皇挑几件合情合理。律法规定嫁妆归子女，你未经同意私拿我娘的嫁妆，是触犯律法。怎么，继孙女准备将继祖母告上公堂，送进大牢？首饰没丢就不必上公堂，只要将这欺主的刁奴痛打100大板，发卖就好。把邱嬷嬷拖下去，重打100大板，直接发卖。把盒子盖上，送回库房。是。云皇表妹不是第一次在这里拿首饰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别慌，请表妹把从这儿拿走的首饰如数奉还。首饰就当送我了，找我讨要不嫌小气吗？2年来，你从这儿拿走的首饰能装满2、3箱。那又如何？你娘嫁妆多，也不缺这点首饰。不如你把姑姑的嫁妆给我，也让我享受享受。我娘的首饰都是我的，怎么能给你？我娘的首饰也都是留给我的。天黑前我要见到首饰，否则咱们公堂见。这点小事也要闹上公堂，你简直不知好歹。咱们关系敏感，真上公堂，丢脸的是你们。云裳，回府把拿走的首饰全部送回来。外祖母，嫁妆单在县衙有备案，别拿冒牌货来糊弄我。表姐放心，我不屑贪这点小便宜。你要和靖王解除婚约？他带回新欢要贬我为侧妃，我只好退婚。婚姻是父母之命，你擅自退婚，成何体统？继祖母所说的长辈，可是指继祖母你。婚约是我爹定下的，男性长辈同意就能退。你二叔他？二叔远在靖州，长兄如父，他已同意退婚，继祖母就不必再操心了。天天藏獒的叫不好听，给他取个名字吧。小爷伺候你沐浴擦毛，你一个谢字没有就跑。他小不懂事，别计较了。他咬架厉害，不如叫常胜将军。跟了我就不去斗兽场，别取咬家的名字。叫宝贝、宝宝、贝贝，还凑合，就叫贝贝吧。红袖，把库房锁上，把钥匙拿过来。是。堂堂侯府千金亲自保管俗物，也不怕别人笑话。我身边没可信之人，只能亲自保管了。志远，劝劝你妹妹，整天关心嫁妆，惹人耻笑。妹妹快嫁人了，学着打理嫁妆没什么不对啊。你们
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？欧阳明珠竟把聘礼全退了，怎么你们还受了伤？欧阳大小姐命人驱赶，张管家被打落了2颗牙。是欧阳明珠亲自下的命令？是的。应该不是。如果欧阳明珠欲擒故纵，只需做针对本王的事情即可，没必要连你弟弟的5根手指都砍掉。什么？他砍了靖宇的手指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庆功宴散后不久，他在斗兽场与你弟弟赌了一局，你弟弟输了。在斗兽场斗动物，可赌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、古玩字画，他竟然赌手指，还真的将靖宇砍成了残废，真是欺人太甚。温和善良应该只是欧阳明珠的伪装，真正的他嚣张跋扈、心狠手辣，这样的人不堪为良配。本王知道，本王也从未想过让他做正妃。那3天后的婚礼怎么办？不需要大办，但一定要宣扬的人尽皆知，请朝中大臣及其家眷都来参加婚宴，再准备一顶粉色小轿，迎娶欧阳明珠进门。哥，出什么事了？今天是凌雨准备纳你为侧妃的日子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我又不准备进靖王府给他做妾，有什么可着急的？难不成他还敢强娶？凌雨立下赫赫战功，又手握重兵，皇子们都对他礼让3分，强娶侧妃这种事情，他说不定真能做得出来。就算他敢强娶，也要咱们给他机会，他才能成功。如果咱们不在镇国侯府，就算他抬着花轿来了，也会无功而返。妹妹，你怎么这身打扮？我要去祖坟祭拜爹娘和祖父，自然要穿得素淡一些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啊。生同亲，死同血，这对夫妻真是恩爱。但愿他们来世投个好胎，平平安安、幸幸福德的过一世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凌雨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迎娶本王的侧妃。我妹妹绝不与人为妾。如果你真想娶我妹妹，就用8抬大轿将她抬进靖王府做正妃。如果做不到，就退婚。本王和欧阳明珠的婚事，轮不到你来过问。我是他哥哥，异母同胞的亲哥哥，他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怎么没权过问？让开！不让！你想强待我妹妹，除非我死了！靖王爷和石宇公主两情相悦，我已经提出退婚，成全了你们，你为何还要坚持呢？你是岳叔叔的女儿，又体弱多病，本王敬佩岳叔叔，准备接你进靖王府，方便照顾。如果王爷所说的照顾是纳我为妾，让我每天生活在主母的厌恶、挑剔以及下人的嘲笑与不屑里，那还是算了。我宁愿一辈子不嫁，老死在镇国侯府。下葬的时候，我还是侯府高贵的大小姐，能葬进欧阳家的祖坟里。如果进了靖王府，活着时我是低贱的妾室，受人羞辱；死后更是卑贱的，连葬进祖坟的资格都没有。无情无义的贬低践踏我，还想博个有情有义的美名，真是无耻至极。石宇温柔善良，心思单纯，她做正妃会将你照顾得妥妥当当，绝不会欺负你，更不会让下人嘲讽你，你会享有不逊于正妃的礼遇。至于100年之后，本王会让人将你体面的葬进祖坟。是吗？江时雨是漠北公主，在皇宫里熏陶浸染10几年，后宫那些卑鄙无耻的龌龊手段，她没用过，也绝对见过。长期的耳濡目染，她的心机绝对是深不可测。还温柔善良，心思单纯，当我是瞎的看不出来吗？当然，石宇非常关心你。本王出靖王府时，他还一再叮嘱，让本王快些娶你回府，和他做好姐妹。王爷可知，双宿双飞是指一男一女真心相爱，亲密无间到容不下第3个人。石宇公主鼓励你纳妾，应该有2个原因：一是她在吃醋，想要试探你的态度；二是她不爱你，所以心怀大度，倒不介意你纳侧妃。胡说！欧阳明珠，做好你的本分，不要自以为是的挑拨本王和石宇之间的关系。我才没兴趣挑拨你们，想知道说的对不对？你回靖王府试探试探江时雨即可。本王会回府，不过你要随本王一起回去。凌雨，我爹我娘我祖父的坟墓都在这里，今天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和你说清楚，我镇国侯府欧阳明珠能照顾好自己，不需要你这个伪君子来假惺惺。你准！王爷，吉时快过了。本王知道，欧阳明珠，马上随本王回靖王府。你刚才说错的话，做错的事，本王可以既往不咎。如果我说不呢？那就休怪本王不客气。王爷什么时候对我客气过？欧阳明珠，妹妹快走！我没事，他不敢杀我，你快跑！哥哥保重！滚开！
你怎么不跑了？没路了。前是断崖，后有追兵，你准备如何选择？我两个都不选，因为我不想跳崖，更不想做妾。你要杀本王？这是你自找的。不知死活！滚！本王并非有意毁你棋局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靖王既毁了本世子的棋，不如赔本世子一局。既然宋世子有兴趣，本王奉陪到底。本王看你能挡多久！你竟然！站住！放开！别碰我！你没内力，打不赢。打不赢，我总跑得赢。欧阳明珠，我们很快会再见的。妹妹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凌雨呢？掉山涧里去了。你把王爷打进了山涧！贺大公子看清楚，我一介弱女子能把战神打下崖。那王爷是怎么掉进去的？自己不小心失足掉进去的。不可能！王爷武功高强，怎会失足？脱了战甲也是普通人，别人能失足，他为什么不能？可是有空和我吵，不如去崖底寻人。水流这么急，找到尸体时别惊慌失措。你就这么希望靖王爷死？王爷定会吉人天相。告辞。不送。妹妹，凌雨真不是你打下去的，万一他死了？死了就死了，有什么可担心的？你们婚约在身，他若死了，世人会说你克夫。我已提了退婚，他正妃是江时雨，要克也是他克。婚事未公开，背锅的就是你啊！回府，无论死活，我都要送他一份大礼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欧阳明珠可安置好了？属下怎么没将他塞进粉色小轿抬回靖王府？王爷坠落山涧，生死不明，属下实在担心。所以你就带着人找我，由着他大摇大摆回了镇国侯府。属下考虑不周，2个时辰内定让欧阳明珠坐着粉轿抬进王府侧门。那切不讲究及时，子时前抬进去就行。做事要牢记最终目的。靖王爷，下官武城兵马司周林圈参见王爷。周大人一向坐镇京城，怎么带人跑来了这里？接到了顺天府林大人的求救信，特来搜救王爷。怎么回事？正午，欧阳大小姐带着20名鼻青脸肿的侍卫直奔顺天府，说王爷不小心坠崖，请顺天府搭救。林大人人手不够，才找了下官。王爷不必担心，靖王府威名在外，京城百姓绝不敢胡乱议论。欧阳明珠好得很，不过是个快死的病秧子，竟敢毁我威名，我定要回敬这份大礼，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大小姐，靖王回京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晚戌时。大小姐，守城的侍卫说他是独自一人骑马回的京，面色也很正常，应该没受什么伤。从那么高的悬崖上掉下去，又被急流冲出上千米，命可真不是一般的大。靖王身居高位，又手握重权，您算计他，被文武百官、京城百姓们耻笑，他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知道。大小姐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咱们要更加小心才是。我知道，如果他敢来暗算我，我会在他身上戳几个血窟窿，让他没有重伤而死，也会失血过多而亡。妹妹，妹妹，有事？妹妹，你把贝贝借我一天呗。贝贝是我的宠物，不会再去斗兽场与狗撕咬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
那你给我1万两银子，我再去买只狗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欧阳志远无论多败家，都没向他要过银子。你原来都是从哪里拿银子的？那里没银子了吗？我一直都是从辉伯那里拿银子的，可刚才我去找辉伯，他却说按照爹爹生前嘱托，我这个月的银子已经超支了。辉伯名叫葛辉，是父亲旧部，也是镇国侯府前院管家。哥哥也知道，我每月就那么点月例，10多年加起来也没1万两银子。妹妹不是拿着娘亲嫁妆的库房钥匙吗？你想卖了娘的嫁妆去换银子斗狗，你就不怕娘在天之灵会死不瞑目？不是，娘的嫁妆里肯定有银子，我只是想要那些银子，其他的东西我绝不动，绝不动。你怎么知道母亲的嫁妆里有银子？我从辉伯那里出来时，偷听到了香巧和一名小丫鬟在小声谈论女子嫁妆的事，方才知道女子的嫁妆里有陪嫁银。香巧是杜氏身边的2等丫鬟，深得杜氏信任。欧阳志远缺银子了，他就和人谈论嫁妆银，这可不是什么巧合，而是那个老陈婆故意在搞鬼。库房的钥匙握在我手里，杜氏不能再明着残吞母亲的嫁妆，便利用欧阳志远喜好斗狗的缺点，诱使他将嫁妆典当贱卖，他们趁机低价收购，真是好算计。杜氏这么猖狂，是嫌我上次给他的教训不够吗？那我就给杜氏来个印象深刻的教训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杜氏既然想借欧阳志远的手动母亲嫁妆，那他就去看看。妹妹，你去哪里？去玉堂院见祭祖母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必了，你在这里等我回来吧。没想到大小姐会突然来玉堂院。老夫人正在内室，大小姐请。有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哥哥想去斗狗，没银子了，我来找祭祖母借些。要多少？10万两。哥哥花钱一向大手大脚，这10万两银子最多只够他花10天。10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，兑换成现银能装好几大车了。咱们之间又没什么血缘关系，我为什么借给你？我可以给您打张欠条，等我哥哥赢了银子，立刻连本带利的奉还。10赌9输，如果欧阳志远永远都赢不回10万两银子，你们是不是永远都不还钱了？那季母母觉得事情应当如何？把你母亲的嫁妆随便抬一箱过来做抵押吧，等你们赢回10万两银子后，再将那箱嫁妆换回去。母亲嫁妆每箱都价值20-30万两，杜氏却想用10万两银子压下一箱，果然是早有算计。我记得我娘的嫁妆单子上写了好几家陪嫁铺子，如今都是祭祖母在管吧？是又如何？那些铺子都位于繁华地段，10年的盈利最少也有几10万两银子了吧？10年来，原主从未见过一分铺子盈利，那些银子自然都进了杜氏手里。那6家铺子经营的不怎么样，鲜少有人光顾，每家铺子每年最多盈利1-2千两，勉强够维持侯府的开销。那请祭祖母把铺子的账本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哼，现在不是月初，也不是月末，账本都在掌柜们手里呢，我这里哪有？来人，去将我娘陪嫁铺子的6位掌柜全部叫来，再让他们带上这10年的账本。是。杜氏不是说铺子盈利少吗？那我就当着杜氏的面审审6位掌柜，看看是铺子真不赚钱，还是有人做了手脚。参见大小姐。各位久等了。各位掌柜不必拘礼，坐下品品茶吧。我先看账本，有不明白的再请教你们。大小姐言重了，大小姐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，卑职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对，大小姐尽管吩咐。你们是怎么做掌柜的？大小姐，可是账目不对，请东家降罪。账目没什么错，是上面的欠账太多太久。开门做生意可允许客人适度赊窃，短期尚可容忍，但有人10年赊账分文未还，这般无赖还任由其拿取货物，是想让铺子倒闭吗？大小姐，不是卑职们自作主张让他们的赊区，而是前来铺子拿东西的是武安侯府的人。武安侯府又怎么了？就算是武安侯夫人欧阳柔亲自来，那也是客。
你们细心招待即可。谁允许他们拿东西可以只记账不付钱了？是老夫人允许的。10年来，武安侯府每季都来绸缎铺裁新衣，去首饰铺拿首饰，隔几个月还去古品斋拿古玩字画，却从未付过1两银子。难怪杜氏敢说煤炭铺子盈利，因为盈利全被武安侯府的窟窿套住了。继祖母就是这么帮我娘照看铺子的。你姑姑他们在那里裁衣服、打首饰，是为了帮衬铺子的生意。拿了东西付银子，叫帮衬生意；只拿东西不付钱，还心安理得的一拿就是10年的，叫没脸没皮。堂堂武安侯府，又不是大街上的乞丐，竟然像痞子一样做这么厚颜无耻的事儿，他们不觉得丢人，我都替他们感到可耻。柔儿是你亲姑姑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我娘还是她亲嫂子呢，她厚颜无耻的在嫂子的陪嫁铺子里只拿东西不付钱，我连说她几句都不可以。别总拿她是我姑姑来说事儿，我身为侄女，孝敬她本是应当。我父母双亡，她更该体恤护我，怎么不在她铺中为我免费裁衣打造首饰？我母亲的嫁妆铺子交由你打理，如今已是破败不堪，若再由你看管，6家铺子定会倒闭，还请归还铺契，往后由我自行经营。杜氏不愿交铺子，不过是舍不得继续从铺子里拿东西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杜氏明白，这6家铺子再不交出来，丢人的就不只是武安侯府。继祖母，您疼爱女儿如何赏赐我无权过问，但别拿我娘亲的嫁妆铺子做人情，那是留给我与兄长的，与您无关。如果您硬要继续执掌，我会忍不住和别人说说铺子这10年来的发展。不就是6家铺子，我还没看在眼里，你想要全给你，马上滚出玉堂院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不劳继祖母费心，我对玉堂院厌恶至极，契约到手，我们之间也没什么牵扯了，你求我都不会来。滚！武安侯府赊了10年账，不能再纵容他们了。你们6人马上回铺子，派遣伙计去武安侯府要账。杜氏、欧阳柔母女坐拥荣华富贵，还心狠手辣地掠夺我们最兄妹的财产。我母亲嫁妆铺子里的东西，便宜谁也不能便宜了武安侯府的人。禀大小姐，卑职们每月都会派遣伙计前往武安侯府要账，可武安侯府一直敷衍，从不给钱。下月还钱。是啊，大小姐，武安侯府的人非常狡猾，无论伙计们怎么说，他们都只有一句话：下月还钱。等伙计们下月再去要账时，他们依旧往下月推，推着推着，10年前的账就推到现在了。卑职们也很苦恼，曾来请教过老夫人，老夫人说都是自家人，账面上记清楚了即可，银子可以慢慢还。他们这是准备悄无声息地搬空沈氏的陪嫁铺子，如今我接管了铺子，他们的诡计也该到此为止了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只要你们照我说的做，我保证武安侯府的人会乖乖将欠下的银子全部还回来。真的？是什么办法？大小姐，大舅娘的嫁妆铺子就是这点好，我看中什么拿什么，只需走走做场的记账，完全不必付银子。小的是朱玉楼的伙计，奉掌柜之命前来清算武安侯府的账目，麻烦小哥通报一下。朱玉楼和客人的账不都是1月1结吗？今天不是月初，也不是月末，你来清算什么？回江大小姐，小的来清算的并不是上月的账，而是以前的，也就是上个月就应该彻底清算完的账。行了行了，府里最近有些忙，暂时没时间清算账目，你月末再来吧，将所有账目整理好了，到时一起清算。江大小姐，小的也知道来的时候不对，可掌柜的放了话，如果小的这次再收不回账款，就让小的卷铺盖走人。小的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失去这份活计，请江大小姐可怜可怜小的，把账款结了吧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来武安侯府要账的，要账给他不就行了？怎么把人训斥的这么惨？谁让人家有个做武安侯的父亲，身份高贵啊，训斥个伙计而已，谁敢责怪？本姑娘才没有训斥他，你告诉他们，本姑姑有没有训斥你？小的今日前来，不过是想要回府上欠朱玉楼的账款，江大小姐为何再三为难？我哪有为难你？我早说过让你月末再来了。小人屡次来侯府索债，皆遭下人敷衍推诿，实在不敢轻信大小姐说辞。
朱玉楼因侯府拖弃10年账目，银钱管缺，急需欠款周转救命，让拖欠惯着账吗？武安侯府欠了10年的账没结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兄台若是不信，小的给您念念：清验3年7月初6日，武安侯夫人购南珠头面1套，蓝宝珠头面1套，珍珠头面1套，南珠头花2对，合计价值2万两。清验5年9月13日，武安侯夫人续采买器物。这还真是10年前的日期啊！清单不是假造的吧？谁敢假造这东西诬陷武安侯府？除非他不想活了。这武安侯府看着挺巍峨的，府里应该不缺银子吧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真的缺银子，也可能是有银子不想给，准备赖账了。我从珠玉楼白拿东西又怎么了？那是我大舅母的陪嫁铺子。在下乃锦绣绸缎庄之人，武安侯府赊购绸缎10年分文未付，月初讨债亦遭敷衍。今与朱玉楼境遇相同，便为诸位念一念账目清单。清验3年8月初6日，武安侯夫人购蜀锦2匹、云锦2匹、苏绣锦2匹，价值1万两。清验3年8月初6日，武安侯夫人购。我是古品斋之人，武安侯夫人10年来频频赊取器物，分文未结，上门讨债次次遭敷衍。我备好账目清单，这便念与诸位听闻。朱玉楼首饰，锦绣绸缎庄布料，古品斋古玩字画。武安侯府真是大手笔，每次都买近万两的东西，只记账不付银子的衣服、首饰、古玩，换我也愿意多多的买。赖账无赖，告官！梅儿，快去通知我娘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江夫人，小的们是来要账款的。要账款去找侯府管家，在这里吵吵嚷嚷的做什么？江夫人，小的们以前都是找侯府管家的，可管家总是敷衍着不结账，还一敷衍就是10年，小的们实在没办法了才这么做的。是啊，江夫人，求您了，小的们上有老下有小，如果铺子关了门，小的们就无法养家了。不是说要账的是大爷，欠账的是孙子吗？怎么到了这里完全反过来了？欠账的是大爷，要账的成孙子了。谁让欠他们呛款的是武安侯府？听说顺天府林大人是个正直的官，告到他那边应该能讨回公道吧？林大人的品级完全不及武安侯，就算上了公堂，结果也不好说。事情已经闹大，武安侯府的名声被毁坏了，我必须将自己摘出去，绝不能背上这么不堪的罪名。和铺子结账款一事，都是管家在处理，我并不知晓。侯府拖欠账款之事，小的们不想再计较，现在小的们只想拿到账款，还请江夫人成全。6位不必担忧，我武安侯府向来重信誉，欠铺子的账满，肯定1分不少的还给6位。如此甚好，不知江夫人是给银票还是给现银？府里银票不多，现银倒是有一些，不过10年的账款不少，你们这文文弱弱的身板，只怕拿不动多少。我先许下还银子的诺言，将围观的人群全部劝散了，再狠狠教训这6个不识抬举的狗东西。多谢夫人关心，小的们早就准备好了。掌柜们都知道账款数额巨大，为防出意外，就提前和汇通钱庄打了招呼，让他们带着人和车跟了过来，将收到的账款直接拉进钱庄存放。他们早就猜到我会那么说，于是设好了陷阱，就等着我自己往下跳。欧阳夫人，现在可以开始结账了吗？当然可以。兰儿，带他们去库房取银两。诸位请随我来。娘，真要给他们全部结账啊？咱们府里可没那么多银子。我知道侯府10年欠账之事早已传遍京城，今日若不清偿全款，必坐实恶名，遭世人耻笑，世家嘲讽，从此再难立足京城。这么严重？外祖母也真是的，想要银子直说不就好了，干嘛让那6家的伙计闹上门来？咱们武安侯府丢了脸，他面子上也不会好看啊。你以为现在的珠玉楼、古品斋还是你外祖母在掌管？定是欧阳明珠暗中作祟，屡次算计，细意败坏侯府，小贱人！别说那么多了，你快去库房把我那套玲珑点翠头棉、南珠头面、红翡翠头面拿到多奥阁换成现银。娘，那些可都是你的嫁妆，你最喜欢的首饰啊！10年来赊取6家铺中物件，价值近100万两，府中银两不足，只得变卖首饰嫁妆凑银。你放心，等熬过了眼前的难关，娘会将它们全部赎回来，给你当嫁妆。
好，欧阳明珠夺走铺契，借机算计于我，逼还6家铺子的钱款，还肆意损毁我的名声。从前我只当她是个无知庶女，如今看来，倒是我小瞧了她。我这位体弱多病的侄女，绝不是简单角色。看来我需要找个时间回一趟郑国侯府，好好会一会这位我从未正眼看过的侄女。我们用尽千方百计的要了10年，都没能让武安侯府吐出1文钱。欧阳明珠计策一出，武安侯府就急急的将欠款全部还了回来。欠款全部追回，辛苦各位了。这些银子是犒劳各位的，掌柜、伙计人人有份。多谢大小姐。如果铺子今年的盈利能比去年多出1成，年底我还会给各位丰厚的奖励。多谢大小姐，卑职们一定尽心尽力的经营铺子，绝不让大小姐失望。妹妹，你是怎么想到用这种方法要账的？武安侯府身为名门世家，素老看重声誉，不容半点污名。我令伙计门前宣读欠账清单，便是揭露其丑事。侯府若想息事，便需还清钱款。原来如此，妹妹，你现在有这么多银子了，给我1万两花花吧。你要银子是去斗兽场斗狗？是啊。你要银子也可以，不过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银子不能白给你，咱们要做个等价交换。什么等价交换？你把这本书上的内容全部背下来，我就给你1万两。妹妹，这些字与我如同乱萦，全然不实，还请莫要再为难我。学文头疼，习武累人，确实都不如斗狗轻松愉快。可我这里的银子就是用头疼和累人来换的。那你去找辉伯，让他教你10个招式，等你把这10招全部练熟了，就可来找我拿1万两银子。辉伯教授武功只会让人蹲马步、蹲马步再蹲马步。我跟他习了10年武，他才教完我一套49招的武功。如果我再跟他学10招新招，最少也需要2年时间，我会被闷死的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寒毒发作了。红袖安香，快去拿药。是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他经历了无数次寒毒发作，每次都痛得死去活来，但只要吃了药，疼痛就会很快消失。妹妹，别怕，吃了药就没事了。大少爷，他抢走了大小姐的药。把药放下。火莲子，妹妹的火莲子。你赔我们火莲子，我妹妹用她来救命呢。哥，别打了，他是死士，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死士。欧阳明珠并非天生体弱多病，而是在4岁那年中了寒毒。寒毒毒性霸道，发作时会让人生不如死。是凌雨让你来偷火莲子的，对不对？你别不承认！除了晋王府和镇国侯府，没人知道我妹妹身中寒毒，需要火莲子救命。欧阳明珠中毒后，欧阳月封锁了消息，这个秘密只有欧阳月夫妇、欧阳明珠和欧阳致远以及老晋王凌雨知道。哥，你去哪里？去晋王府找凌雨。你找他做什么？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主谋的。就算他不承认，我也要去晋王府会会他，不能任由他白白欺负咱们。晋王府是凌雨的府邸，凌雨和他之间矛盾重重。大小姐，奴婢扶您去休息吧。我不放心欧阳致远独自一人前往，带上黑衣人，随我去晋王府。小侯爷，这里是晋王府，您不能硬闯。滚开！本侯要见凌雨。对不起，小侯爷，没有王爷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府。本侯有10万火急的事情找他，耽误了，你们可担待不起。喂，你们干什么？别拉我！凌雨，你给我出来，滚出来！凌雨，拿火莲子来！你派人毁了我妹妹的火莲子，
火莲子产于云南境内，云南正是晋王府的封地。欧阳明珠的火莲子被毁，是你们镇国侯府的人无能，没有看守好，与本王何干？我懒得和你争执，一句话，给不给火莲子吧？欧阳明珠已经向本王提出退婚，现在的晋王府与镇国侯殿没有任何关系。本王给你们火莲子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纳我妹妹为妾。我妹妹不同意，你就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她就范，不觉得自己太无耻了？我妹妹的寒毒发作，今晚子时前不服火莲子，她会痛死的。她的死活与本王无关。晋王府的东西不送人，我们买总可以吧？请王爷出个价，就算是要金山银山，我也会如数奉上。晋王府不缺银子，出多少钱都不会卖。他若想用火莲子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嫁进晋王府，做本王的侧妃。你们还有2个时辰的时间考虑。不必考虑了，我现在就可以给晋王爷答复。我宁愿死，也不会嫁晋王爷为妾。这个人就是毁了我火莲子的罪魁祸首，他心思叵测，害我即将命丧黄泉。欧阳明珠早知道黑衣死士是我派去的，他从死士口中得不到有用消息，就当着我的面杀掉死士，向我示威，挑衅。哥，咱们走吧。晋王爷事务繁忙，每天都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咱们就不要打扰了，走吧。他竟然走得这么干脆，完全不顾自己正在发作的寒毒，他就不怕自己会活活痛死？王爷，咱们是不是逼得太紧了？什么意思？欧阳志远、欧阳明珠年龄不算大，父母双亡又被算计，如今如惊弓之鸟，咱们再逼迫，自然引起激烈反抗。他救命的火莲子被毁，却没有痛苦哀嚎，而是谈笑杀人。这样的他绝不会乖乖任人摆布。咱们可以试试怀柔之策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们知道王爷对他们并没有恶意。如果欧阳明珠嫁我为侧妃，我可以庇护欧阳志远，保他一世富贵。欧阳明珠也可以拥有用之不尽的火莲子，消除毒发之痛。王爷，他们兄妹还未走远，我把他们叫回来，解释清楚吧。不必，欧阳明珠想要的是正妃之位，本王已许给了时雨，叫他回来只会徒增争执。可如果欧阳明珠子时前不服火莲子，会毒发身亡，他死不足惜，坏了王爷的大事就不妙了。人都怕死，欧阳明珠再倔强，也不敢轻易踏进鬼门关。子时前，他一定会回来。妹妹，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？林雨铁了心不给我火莲子，咱们待在这里也没用。可你身上的寒毒正在发作，如果不服用火莲子，时辰一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必担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距离子时只剩下1个半时辰了。我在现代医书上看过，针灸可解百毒，寒毒也是毒，真的解不掉吗？火莲子解寒毒最有效，但除了它，应该还有其他办法，比如针灸、汤药。这些办法名医们早就试过了，解去的毒微乎其微，想活命必须服火莲子。妹妹，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哥，京城可有温泉？温泉？自然是有的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有妙用。马上就到子时了，欧阳明珠竟然不见丝毫踪影，他就这么不怕死？王爷，您去哪里？去镇国侯府找欧阳明珠，本王的大计需要欧阳明珠的协助，他现在还不能死。王爷，您随便派个人给欧阳明珠送药即可，没必要亲自去。想到欧阳明珠有可能毒发身亡，我心情莫名烦躁。本王有事情要提醒欧阳明珠，亲自去一趟镇国侯府比较好。王爷，欧阳明珠现在不在镇国侯府，那她在哪里？温泉山庄。妹妹，咱们来这里做什么？驱寒毒。温泉能驱寒毒？寒毒是世间奇毒，只凭泡温泉是驱不掉的，还需要银针辅助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可这里没有大夫，也没有银针。没关系，我看过人体穴位图，精准知道每一个穴位，用这个代替就好。这样真的可以？我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。放心好了，你在附近帮我看着点儿，千万别让别人过来打扰我。那我去林外守着，保证不让任何人靠近，有事就大声叫我。好。温泉果然能克制寒毒，不过毒性暴道，温泉只能暂时克制，不能清除。名医们的针灸解不了，有可能是穴位没扎对，试着换换穴位，就算不能彻底清除，也要保住性命。什么人？是我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逍遥王府的庄子，我在自己家的庄子里泡温泉，有什么好奇怪？庄子里那么多温泉池，世子可以随便用，干嘛偏要来我这个池子？我在这里泡了1刻钟了，而你刚刚到。那你怎么不出声啊？我知道这里有人，就会去别的池子，绝不会来打扰世子。我刚才睡着了，
听到水声才醒过来。你，宋凌风对付敌人的手段很残酷，我还是36计走为上策。宋凌风清华高贵，却也很危险，我最好有多远走多远。还想跑？宋世子，我不就是毁了你一局棋，你至于记恨到现在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气量怎么那么小？本世子就是这么小气。你的棋局已经毁了，你再生气，再教训我也没用啊。那局棋十分珍贵，我本该狠狠教训你。不过你身体柔弱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咱们之间的恩怨就可以一笔勾销。什么条件？宋凌风，你干什么？这就是我说的条件。可我没说过答应啊，你怎么就……可你也没说不同意。你怎么了？寒毒发作了，银丝不见了，应该是在我掉进水里的时候丢失了，不知道被冲到了哪里。你干什么？剧毒！你身体很虚弱，失血过多会没命。寒毒在乱窜，血管要炸了，不，马上就要死了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干什么？帮你解寒毒。后心涌进暖流，一寸一寸清扫着经脉里的疼痛与冰寒，淡淡墨竹香萦绕鼻尖，让人莫名的心安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靖王爷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我怕他毒发痛死，连夜送来火莲子，可他竟然和宋凌风卿卿我我，真是可恶至极。不劳宋世子费心，本王已经找到了想找的人，马上就离开。欧阳明珠，过来。我全身软绵绵的，没有丝毫力气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眼皮都沉重的睁不开。欧阳明珠，别叫了，他的寒毒正在发作，没空理会你。这里面装着能救他的火莲子，在给他之前，我会让他知道。这世间只有我能救他，他想活命就必须依附于我。别吐，吃下去你就没事了。宋凌风，你给他吃了什么？火莲子。你怎么会有火莲子？你能有，本世子为什么不能有？只是一颗火莲子而已，有什么可得意的？本世子那一颗火莲子救下了欧阳明珠的性命。靖王爷坐拥无数火莲子，却没救到人。明珠的寒毒已经被压下，本世子要带她回去休息了。告辞。你走可以，把欧阳明珠留下。宋凌风，本王绝不会放过你。世子，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可我一直记得他，一记就记了10年。这是哪里？逍遥王府，我的房间。昨晚你服用火莲子后昏睡了过去，送你回镇国侯府会有损归誉，放你一人在客房，我也不放心，就带你来这里了。这房间有一床一榻，咱们可以各睡各的，你干嘛偏要和我同睡一张床？昨晚你盖着锦被还瑟瑟发抖，我怕你被冻坏，才同睡一床，用内力帮你驱寒。你我同榻而眠，确实损坏了你的归誉，我可以负责。一件小事而已，不必负责了。真的不需要？当然是真的。换衣服。宋凌风，你干什么？你就不能去屏风后换吗？这是我房间。你这里怎么会有女子的衣服？刚从衣香阁买的新衣，不必小心。本世子对又青又色的小女孩不感兴趣。我哪里青了？多谢世子好意，我现在还不饿，回府再用膳也不迟。你昨天寒毒发作，折腾了大半天，7、8个时辰未进食，就算不饿也要吃点，不然身体会越来越虚弱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梅花糕？你猜？宋世子，我吃饱了，你慢用。我送你回镇国侯府。时间尚早，我想走走，告辞。明珠表妹，多日未见，别来无恙吧？你是谁？在下江神风，表妹应该听说过我吧？明珠表妹，别急着走啊，难得见面，多说说话嘛。我和你不熟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咱们是表兄妹，怎么能说不熟？让开！欧阳明珠，本公子看你被靖王爷贬成了妾室，怕你伤心难过来安慰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调戏你那是看得起。闭嘴！疼死了！滚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刚刚。麻烦世子了，我自己来吧。世子是跟着我过来的吗？不是，我有事情要办，恰好经过这里。世子要去哪里办事？朱雀街。已经5时了，我准备在酒楼用膳。世子有急事，就先去办事吧。
掌柜，还有雅间吗？不好意思，姑娘，客满了。明珠，你不是去朱雀大街办事了吗？那人有事，暂时不在。我在2楼订了雅间，准备在里面等等他。如果你急着用膳，可以一起上来。多谢世子。2位客官，这边请。世子在王府也没吃东西，不如也点几样菜吧。我不饿，来一壶琼花酿吧。世子不是要去办事吗？怎么还喝酒？万一喝醉耽误了就不好了。是酒，却没什么酒味，入口柔和，气息清香，不易醉人。真的？等送来，你可以尝一尝。多谢。宋世子，欧阳姑娘，江公主也来岳阳楼用膳。也是，也不是。本宫来这儿是想和大家切磋情谊，找出不足。欧阳姑娘是侯府千金，肯定也懂，能否指点一二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懂情，无法指点。欧阳姑娘说笑了。镇国侯夫人曾是京城第一才女，琴棋书画无人能及。你身为她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不懂琴？既然公主非要自取其辱，小二拿琴来，咱们赌个大的。看着比江公主还要美3分。欧阳姑娘必是得了真传，嫌弃本宫琴艺太差，不配切磋。你算什么？只是单纯的切磋也太没意思了。咱们赌个彩头如何？什么彩头？就赌石玉公主使用的那架琴，我赢了，焦尾琴就归我。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赔一架和焦尾琴相同价值的琴给公主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帮我拿架琴来。客随主便，欧阳姑娘先弹琴吧。不必，咱们一起弹吧。那就一起弹吧，请。明珠，别担心，我未必会输。这弹琴比试谁输谁赢啊？就是。对啊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江公主输，欧阳大小姐赢了。她的确输了。江公主对评判结果可有异议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那焦尾琴就归我了。江公主承让了。江公主可是舍不得焦尾琴。怎么会？本宫一向言出必行，你赢了比试，焦尾琴自然就是你的。多谢江公主。可琴弦全都断了，我带回去也不能弹了。你可以买些新琴弦接到焦尾琴上，就可以继续弹奏了。焦尾琴是名家古琴，一般的琴弦和它根本不搭配，弹出的声音也会粗加难听。我认识一位制作琴弦的大师，可以帮你问问他有没有和焦尾琴搭配的琴弦。多谢宋世子。宋凌风一向冷漠疏离，为何对他展露种笑容？他明明是靖王府嫌弃的低贱妾室。公主的面色怎么这么难看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可能是太累了。江公主刚才弹琴用去了不少精力，的确会很累。小二，把饭菜端给公主补充补充精力。掌柜，你算算毁坏的东西总共价值多少银子，到镇国侯府去取吧。多谢欧阳姑娘。东西是我毁的，赔你银子也是应该的。岳阳楼里的东西，本宫毁的最多，还是由本宫来赔吧。江公主已经输掉了焦尾琴，怎好意思再让你破费？赔偿一事还是我来吧。几千两银子，镇国侯府还是出得起的。江公主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了，后会有期。江时雨作茧自缚，丢了颜面还输了琴，这3番2次的嘲讽，绝对能让他险些气炸肺。焦尾琴是不是很重？是挺重的，我帮你拿吧。有劳宋世子了。这就是传说的暗卫，果然神出鬼没。他刚才隐在哪儿了？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他是你的侍卫啊。世子，你侍卫叫什么名字？跟在你身边多久了？他怎么总在问巡风？难道巡风比我更有吸引力？
镇国侯府到了，多谢世子相送。暗卫果然名不虚传，消失的神出鬼没，真是让人防不胜防。这是琼花酿，你拿回府尝尝吧。多谢世子。世子，你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暗卫吗？要不要我把寻风送给你？这倒不用了，我身边相对太平，用不着这么厉害的暗卫。我只是对他们神出鬼没的能力感到好奇。暗卫的隐身之法确实很特殊，如果你想见识，随时都可以来逍遥王府。多谢世子。世子，你还有多少火莲子？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全部买下来。我原本只有3颗火莲子，昨晚给你服了1颗，现在还剩下2颗，送给你了。多谢世子。世子，你知不知道一种叫地阳草的草药？听说过，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了？寒毒至阴至性，需要至阳至刚的火灵子才能克制，而这个地阳草功效相近，我在想能不能用它代替。地阳草高效比火离子差上2-3节，你对地阳草很了解吗？看书时无意间看到过，你又是怎么知道地阳草的？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。地阳草药效逊色，如果你寒毒发作时服用它，会吃很多苦头。无所谓，只要地阳草能够克制住寒毒，让我保住性命就好了。晋王府有很多火莲子，如果你去找凌雨，我死都不会去求他。我会留意地阳草的下落，如果有消息立刻通知你。欧阳明珠，你还敢回来？这是我家，我为什么不敢回来？反倒是你不在武安侯府待着，跑来打秋风。谁稀罕你娘那破首饰？你竟敢将乘风哥哥打成重伤，等着受重罚吧！说完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乘风哥哥回府很久了，你才回来，是不是跑去与人私会了？见过宋世子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宋世子，真是有缘。他是谁？不认识。胡说，我是武安侯府嫡出千金，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云章表妹，你敢说不认识我？哼，侯府千金应该温柔贤惠，知书达理，岂会像你这般刁蛮任性？世子，马上喂食了。明珠，我有事待办，先走一步。世子请便。李侍卫，帮我把焦伟琴拿到落雪阁吧。欧阳明珠，你是有婚约的人，请注意自己的身份。我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管好你自己吧。如果你纠缠的不是宋世子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哟，你喜欢上宋世子了？可惜人家不喜欢你。宋世子也不会喜欢你，你少自作多情。我有自知之明，不像某些人就喜欢做白日梦，妄图染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欧阳明珠，你竟然敢嘲讽我！我又没有指名道姓的嘲讽，你何必对号入座？啊！欧阳明珠，你竟然敢推我！江大小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是自己不小心摔下了台阶，与我完全无关，侍卫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休想推到我身上。守门侍卫都是镇国侯府的人，你让他们说你无辜，他们岂敢不听？张侍卫，去把江大小姐提过来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推了你，我就真的推一次吧，将罪名坐实了。万一将你摔成傻瓜，你多多包涵。是我自己掉下台阶的，与明珠表姐无关。云霜现在清醒得很，云霜就是自己不小心摔下台阶的，与任何人都无关。既然如此，那张侍卫就回来继续守卫吧，不必理会云裳表妹了。